随着一阵激烈的音乐，画面中是一个黄毛小子，他告诉自己的老爸，自己想要每天吃炸鸡。接着画面就弹出了一个大同每日炸鸡的广告，只能说是猝不及防。接着画面一转，来到了农场，拿着叉子的公鸡告诉大家，那些炸鸡都是打了激素的，还会把它们关在一个牢笼里。作为一只鸡，感到非常不安，但是自己的绅士农场那就非常的安全了，全是大自然的馈赠。广告终于结束了，戴安提醒波杰克，你在开车呢。波杰克这才来了个急刹，虽然自己的车没啥事儿，但是后面的连环追尾惨不忍睹，甚至还有一只鸡从每日炸鸡店的车上逃走了。波杰克和戴安来到了拍摄现场，认识了面前这个和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艾文。卡尔西让戴安来照顾自己的女儿，将车钥匙给了戴安，让他带着自己的女儿能走多远走多远。正在参加外甥女结婚典礼的卡洛琳接到了波杰克的电话，波杰克觉得卡尔西不喜欢自己。卡洛琳一听乐了，你这匹老马本来不讨人喜欢。波杰克觉得和他压根儿都没有可以独处的机会，周围总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。卡洛琳当然知道波杰克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只会热脸贴冷屁股，却对真正想对他好的人拒之门外。波杰克才不会承认呢，只是继续找了个理由骂陶德愚蠢。而陶德本人此时正在和自己的老板花生酱聊天，陶德建议两人可以整一个西达可他州。花生酱一听，你小子真可以哈，国务院的事儿都敢考虑。接着找了个做水疗的理由离开了书房。卡洛琳又一次接到了骚扰电话，不过这次是来自于陶德。陶德想让卡洛琳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，毕竟卡洛琳是自己的经纪人，但卡洛琳忙于婚礼，无暇顾及他。被卡洛琳挂断电话的陶德忽然看到了窗外的老母鸡。车祸现场，毛毛脸警探让手下寻找每一个地方，势必要找到那只出逃的炸鸡。戴安带着艾文四处乱逛，询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。艾文告诉戴安，自己要做最年轻的大法官。戴安赞叹后问艾文介不介意自己回家洗个衣服。艾文对着戴安进行了一番嘲讽。戴安告诉艾文，自己年轻时也和他一样。花生酱的家里，陶德在替那只洗完澡的老母鸡做三明治。忽然门铃响了，是毛茸茸警探。一进门，警探就告诉他，每日炸鸡的一只鸡跑出来了，自己得将它捉回屠宰场。刚问完陶德有没有在附近看到过，就被陶德否认了。没想到那只裹着浴巾的母鸡就这样走了过来。毛毛脸问陶德这是哪位，陶德急忙搂过母鸡的肩膀，告诉他这是自己的老婆贝卡。一系列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后，毛毛脸看着离开的贝卡，决定去别处看看。陶德客气地和毛毛脸说，我家就是你家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毛毛脸说着嬉笑着离开了。陶德一关门就跑去给贝卡好生打扮了一番，他要将贝卡伪装成莱昂国王乐队的经纪人。戴安忽然的招呼声吓得陶德连连摆手。戴安问陶德为什么会有警探在外面，陶德将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。他觉得不能将贝卡送回去，因为他们会给贝卡打更多的激素。陶德计划将贝卡弄走，因为他需要大家的帮助。这一决定遭到了戴安的反对，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。听到戴安的话，艾文吐槽道，这就是个古板家庭主妇思想，对老公言听计从。戴安叹了口气，觉得艾文说的对，加入了陶德的计划。毛茸茸看到了急急忙忙出门的一群人，陶德赶紧告诉毛茸茸，自己要和老婆、女仆和女儿去海边旅行，希望134路一路畅通。毛茸茸刚说完再见，就意识到不对，134号根本就不通往海边，以及最重要的，那个人的妻子是一只鸡。电视台报道着那只鸡从毛茸茸眼皮子底下溜走的重大事故，这种事故对于相关人员来说简直和天塌了一样。对于这种公共安全事件，每日炸鸡的执行总裁迈克尔觉得自己公司是应该负全责，接着推出一款新的产品全责炸鸡，不愧是营销高手。接着他告诉大家，这种鸡一直被关在笼子里，生来就是被吃掉的命运，完全无法融入外面世界的社交生活，所以这只鸡最好的归属就是成为肉糜被吃掉。贝卡逃亡计划正式开始。戴安问陶德他的计划是什么，没想到陶德的计划居然就是找戴安帮忙。看两人都一筹莫展，艾文提议将这只鸡送去知鸡莫若鸡的绅士农场。拍摄现场，卡尔西还没让大家休息吃饭，波杰克就擅作主张地告诉大家自己请大家吃卷饼。看着四散的人群，卡尔西有些无语。波杰克正好借机和卡尔西准备打好关系。卡尔西忽然接到了电话，电话那头是毛茸茸警探，他告诉卡尔西，他的沃尔沃上有一只逃亡中的鸡，一个女孩，一个女仆和调皮的矮个子男人，不论生死，我们都会给你带回来。卡尔西一惊，他知道是谁，赶紧告诉毛茸茸，
自己要女儿活着回来。毛茸茸无情地告诉他自己是洛杉矶警察局，会有自己的判断，接着挂断了电话，准备去抓陶德一行人。门被推开，女警告诉毛茸茸，除非他有搜查令，否则不允许去。所有人都觉得毛茸茸不仅不守规矩，甚至还觉得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，纯粹的法外狂徒。接着警察局普通的一天，大家决定泡壶咖啡，来讨论一下毛茸茸警探是不是个法外狂徒。午饭时间结束的大家回到片场，都是满肚子的卷饼。科尔西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女儿，波杰克觉得真棒，这样就可以用他的车出发了。科尔西完全不想理波杰克，波杰克丢下卷饼告诉他，你在找别人送自己的时间上多浪费1秒，你的女儿就有可能被一只变异鸡给戳瞎双目，或者更糟。卡尔西最终同意了。绅士牧场不仅有露天吧电影，他们的鸡还有大把时间自由活动。小鸡感谢陶德将贝卡从水深火热的工业厂里救出来，他是个英雄。陶德还是担心贝卡会被每日炸鸡给抓回去，农场主叫他不要担心，接着掏出了一把双管枪。陶德回头和贝卡告别，甚至上演了一场割袍断义式的表演，而贝卡早就远远地跑开了。凯尔西受够了波杰克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聊自己的事，他不明白这老马为什么执着于让自己喜欢上他。波杰克想要获得凯尔西的称赞，只是想向自己证明当初父母不支持自己是错的，因为自己获得了权威人士的称赞，证明自己还是有内在价值的。交谈中，波杰克的车子居然在半路抛锚了。陶德始终凝望着不远处的农场，但安慰他，贝卡在那里会过得很快乐的，况且在所有给他来一刀的地方，只有绅士农场是最好的选择。陶德思索了一下，决定还是将贝卡接走，因为贝卡是自己的朋友。艾文提醒陶德，农场主在子弹上膛时告诉他了，我们这只鸡已经属于他了，他可不是因为喜欢上膛才这样做的。戴安认为这件事大家也无能为力，出了绅士农场，贝卡无处可去。陶德还是不甘心，他知道自己又蠢又笨，但是对于贝卡，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，自己的人生有了目标，但你们肯定不懂。戴安听完陶德的话，决定任性一把，那咱们就救出贝卡。陶德一看这招有效，还决定得寸进尺，让戴安买个平板，被戴安给残忍拒绝。凯尔西看着波杰克假装羞涩的样子，问他能不能有一刻不要自吹自擂，这下打算怎么出去？波杰克笑着说，等一个乡下人经过，然后用自己的签名和对方交换拖拉机拉车的机会，这样他能走上人生巅峰，而咱们可以继续前进。卡尔西觉得自己已经要失去女儿的抚养权了，本来拍《一代骄马》这部片子就是为了自己的女儿，这也是自己去大型电影制作公司的唯一机会，如果不做独立制作人，根本无法供自己的女儿上大学。一想到自己女儿的未来，卡尔西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混得很糟糕的母亲。波杰克打断了自怨自艾的凯尔西，告诉他自己见过混得更惨的，而凯尔西不是那样的母亲。巧合总是忽然发生，真的有一个骑着拖拉机的乡下人过来找波杰克要了签名，这样就能拖着波杰克的车前进了。绅士农场的草丛里，陶德刚让大家小声点，就一脚踩进了桶里，一系列蝴蝶效应后撞响了农场主家门口的铜锣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戴安赶紧拉过艾文，让他去车上躲着，把车锁好。艾文抓过钥匙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戴安和陶德躲进了一旁的农舍，吵醒了一屋子的鸡。农场主拿着双管枪走了过来，农舍里一片混乱。陶德找到了贝卡，原本不会英语的贝卡结结巴巴地喊出了陶德的名字。戴安告诉陶德，你难道不懂吗？他们都是贝卡。戴安打开门放走了所有的贝卡。听到农场主的声音，三人赶紧跑到了另一个写着不准靠近的农舍里，没想到这是一个屠宰场。看着一地的血和鸡毛，还有挂在墙上的鸡头，贝卡吓得大喊大叫。陶德赶紧捂住了他的嘴。窗外拿着枪的农场主正好经过，安抚好贝卡后，陶德向戴安道歉，他不该把戴安给牵扯进来的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惹上麻烦，有时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由一系列灾难组成的。戴安安慰陶德，告诉他并没有错，20岁的人不就应该这样，自己应该有个成年人的样子了，可依旧一团糟。陶德觉得戴安在开玩笑，毕竟戴安是自己认识的最酷的人，戴安从不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自己，就像古墓丽影的女主角。三人看到窗户外农场主离开的背影，觉得机会来了，准备逃走，一开门却看到了举着斧头的身影，众人吓得不轻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只鸡请求一起带着他离开，他并不想杀鸡，只是想设计电子游戏。这时艾文开着车撞破农场的墙冲了进来，戴安向那只鸡道歉后，4人驱车驶离了绅士农场。刚以为重获自由，
就被早已设立拦截的毛茸茸警探给拦了下来，3个人就这样被抓到了警局。凯尔西冲过来报警了自己的女儿艾文，艾文觉得有些难堪，叫母亲不要让自己在炫酷的朋友面前丢脸。凯尔西看到了最喜欢的陶德，还以为他是因为太萌所以被捕。波杰克走了进来，告诉毛茸茸自己是名人，所以请撤销对自己朋友的指控。毛茸茸居然欣然同意了。陶德赶紧问波杰克贝卡怎么样了，他告诉陶德贝卡被每日炸鸡收养了，接着又为大家准备了卷饼。回去的路上，艾文问道，我们大费周折的救出贝卡，结果最后还是送回了每日炸鸡，那我们做的事有意义吗？戴安觉得大家做的事是有用的，虽然用处不大，但是有用。陶德也觉得这番折腾至少世界变得更美好了。画面的最后，凯尔西的汽车载着众人从每日炸鸡的店门口经过。其实界定一件事是否有意义，不需要去问别人，即使是现在没有意义，在将来说不定某一天回想起来，会觉得自己当时真的很勇敢，那这件事也是有意义的。戴安一直想在自己平淡的人生中做出充满意义的事，所以当陶德说他不懂时特别生气，直到最后他也依旧觉得这次危险的行动是有意义的。人生本就短暂，又何妨一试。